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武侠剧进化论，莲花楼赴山海，扛剧之王的江湖法则。诚意的武侠宇宙进化论，从莲花楼到赴山海，扛剧之王的江湖法则。一、爆款方法论，诚意的有效播剧密码。琉璃的横空出世，让诚意以破碎感战神司凤的形象撕开流量市场的缺口，但真正奠定其行业地位的是后续近乎严苛的选剧逻辑，不重复自己，却始终超越市场。沉香如屑的双重验证，作为琉璃爆红后首部主演剧，诚意以应冤塘州玄烨3角色完成演技裂变，豆瓣开分 7.1 后升至 7.4。优酷站内热度破万，证明其不仅能驾驭仙侠虐恋，更能以复杂人物关系拓宽类型剧边界。转型是金石底线，在现实主义题材中饰演基层法官周易安，央视收视率稳居同期前3，打破古偶演员难转型的偏见，为其后续武侠剧的厚重感埋下伏笔。这种爆款转型再爆款的路径，恰是诚意团队对市场清醒认知的结果，不迷信，但极致打磨人物，不追逐热点，却总能定义潮流。二、莲花楼，新武侠的开山刀与诚意的江湖野望。莲花楼的播出，堪称武侠剧市场的教科书级破局，类型重构，摒弃传统武侠的苦大仇深，以江湖探案加悬疑解谜重塑叙事框架。李莲花美强惨人设下的松弛感，与诚意擅长的细腻微表情形成化学反应，爱奇艺热度值突破9000，豆瓣评分 8.5， 被媒体称为拯救武侠剧的最后一味解药。商业价值外溢，该剧带动取景的旅游业增长 120%， 周边众筹金额超2000万，更让腾讯视频、优酷、爱奇艺3大平台罕见的同步加码其后续武侠项目《英雄志》与赴山海的 S 加级投资，直接印证了诚意等于武侠品质的行业共识。3. 沉寂2年再出鞘赴山海的穿书武侠能复刻神话吗？2025年赴山海的定档被视为诚意武侠宇宙的2次进化。相较于传统武侠，该剧的穿书设定更具年轻化表达，创新风险与机遇并存，类似庆余年的 meta 叙事，但武侠题材尚未有成功先例。诚意饰演的书中人需同时呈现原著纸片人的单薄与觉醒后的立体，其台词功底与肢体语言将面临更大挑战。市场稀缺性分析，近3年武侠剧年均产量不足5部，且多陷于翻拍困境。赴山海若成功，或将开辟新派武侠细分赛道，进一步巩固诚意一人扛一类型的不可替代性。4. 扛剧之王的底层逻辑，为什么平台与观众双宠诚意？剧抛连演技的稀缺性，从仙侠到现实再到武侠，诚意的表演始终服务于角色而非个人标签。莲花楼中李莲花可写实的苦笑与底线中周易安庭审时的锋芒，几乎难以联想为同一演员。选剧的精准刀法，拒绝同质化项目，每部剧必带创新变量。南风知我意深浅虽未羁押剧，但医疗加悬疑的复合类型仍具前瞻性，而英雄志选择武侠加朝堂权谋，与赴山海形成题材互补。平台压住的良性循环，3大平台争相与其合作，本质是信任其带剧能力。诚意主演剧集的招商溢价普遍超过 30%， 且用户留存率高于行业均值 15%。江湖代有才人出，但定义规则的永远只是少数。当85花仍在古偶中打转，当流量明星沉迷于数据泡沫，诚意用6年时间完成了一条近乎反市场的上升曲线，以演技为盾，以创新为矛，在武侠这片死海中劈出了活水。赴山海的成败或许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
这个江湖终于等来了一个愿意且能够重塑它的人。诚意武侠剧进化论，莲花楼赴山海，扛剧之王的江湖法则。前言：从古偶小生到武侠扛鼎，在如今的国产影视市场，武侠剧早已不再是荧屏的流量密码。当年《仙剑》《神雕侠侣》所留下的辉煌记忆，早已随着古偶、仙侠、现实主义等题材的崛起而逐渐边缘化。近5年来，武侠剧年产量不足5部，其中大多数还停留在翻拍与情怀消费的层面，很难再掀起全民追捧的浪潮。然而，正是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，诚意凭借《莲花楼》的横空出世，重新点燃了观众对于武侠的热情，也让业内重新思考，一个演员是否真的能凭借个人的选剧逻辑与表演张力，去重塑一个几乎衰亡的类型。从琉璃的仙侠爆红，到沉香如屑的演技裂变，再到底线的现实题材试金石，直至莲花楼教科书级的武侠破局，诚意的上升轨迹几乎就是一部演员成长史加市场进化史。而即将在2025年亮相的《赴山海》，更被视为诚意武侠宇宙的2次进化。本文将从4个维度系统梳理诚意的武侠剧进化论，并尝试回答一个问题：在流量明星频繁坍塌的当下，为什么诚意能成为平台与观众双重认可的扛剧之王？1. 爆款方法论，诚意的有效播剧密码。从琉璃开始的爆红，2025年的琉璃不仅成就了司凤这一经典角色，也让诚意以破碎感战神的人设成功切入流量市场。该剧在优酷站内热度破万，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数十亿次。司凤的隐忍、孤绝与深情，直接奠定了诚意的虐感古偶男主标签。然而，诚意并未沉溺于流量所带来的短期红利。与不少演员选择复制成功不同，他在之后的选剧逻辑中，明显遵循着一条不重复自己，却始终超越市场的路径。沉香如屑的双重验证。作为琉璃后的首部主演剧《沉香如屑》，在外界一度被怀疑是复制粘贴，但诚意却通过应渊堂周玄烨3重身份的演绎，实现了演技层面的裂变。豆瓣开分 7.1， 后升至 7.4， 优酷站内热度值同样破万。观众发现他不仅能驾驭仙侠虐恋，还能借助复杂人设拓宽类型剧的边界。底线的现实主义试金石。更为关键的是，他在2025年参演了现实题材剧《底线》，饰演基层法官周易安。该剧在央视黄金档播出，收视率稳居同期前3。诚意凭借不带偶像滤镜的真实演绎，打破了古偶演员难转型的偏见。这一角色不仅为其演技证明，也为其后续的武侠剧塑造埋下了厚重感的伏笔。从琉璃的爆款，到沉香如屑的验证，再到底线的转型，诚意的路径清晰而冷静，爆款转型再爆款。这种精准的节奏控制，正是其团队对市场的清醒认知。2. 莲花楼，新武侠的开山刀与诚意的江湖野望。2025年的莲花楼被誉为拯救武侠剧的最后一味解药。它不仅让观众重新燃起对武侠的期待，更让诚意成为武侠品质的代名词。类型重构，江湖探案加悬疑解谜。不同于传统武侠的苦大仇深，莲花楼采用了江湖探案加悬疑解谜的叙事框架。诚意饰演的李莲花是一个带着残疾、隐藏身份的美强惨高手。他既有武功绝顶的锋芒，又有病弱书生的松弛感。这种反差与诚意擅长的细腻表演产生了奇妙化学反应。该剧在爱奇艺站内热度值突破9000，豆瓣评分高达 8.5， 被媒体评价为武侠剧的复兴之作。不少观众直言，10年没看过这么好看的武侠剧了。商业价值外溢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莲花楼带动了取景的旅游业增长 120%， 周边众筹金额超过2000万。
腾讯视频、优酷、爱奇艺3大平台罕见的同时加码其后续武侠项目《英雄志赴山海》。这意味着行业已经形成共识，诚意等于武侠品质。换言之，莲花楼不仅是一部剧的成功，更是整个武侠市场的破局。3. 沉寂2年再出鞘赴山海的穿书武侠。2025年定档的赴山海被认为是诚意武侠宇宙的2次进化，创新设定，穿书加武侠。该剧的最大亮点在于穿书设定，主角意外穿越进武侠小说世界，改写既定命运。这种设定带有明显的 meta 叙事色彩，类似于庆余年的结构，但区别在于武侠题材尚无成功先例，因此赴山海既有极大创新潜力，也存在高风险。程毅饰演的书中人，既要表现原本纸片化的单薄，又要展现觉醒后的立体感，这对其台词功底与肢体语言都是巨大挑战。市场稀缺性分析：近3年，国产武侠剧年均产量不足5部，大多数仍停留在翻拍或情怀消费层面。赴山海若能成功，将直接开辟出新派武侠的细分赛道。这意味着程毅不仅是武侠剧复兴的关键人物，更可能成为武侠剧新形态的开创者。4. 扛剧之王的底层逻辑：为何平台与观众双宠程毅？剧抛脸演技的稀缺性。程毅的最大特点在于剧抛脸，从仙侠的司凤到现实的周易安，再到武侠的李莲花，他始终让角色独立存在，而非被个人明星光环绑架。观众很难将这些角色联想到同一演员，这正是其表演功力所在。精准选剧的刀法：程毅拒绝同质化项目，每一部剧都带有创新变量。即便是积压剧《南风知我意深浅》，也选择了医疗加悬疑的复合类型。而未来的《英雄志赴山海》则分别探索武侠加朝堂权谋与武侠加穿书，形成差异化布局。平台压住的良性循环。数据显示，程毅主演剧的招商溢价普遍超过 30%， 用户留存率高于行业均值 15%。因此，3大平台争相合作，并非单纯追逐流量，而是对其带剧能力的认可。定义江湖的人。在当下的娱乐生态里，很多明星依然沉迷于数据与话题，而程毅却走出了一条近乎反市场的上升曲线。以演技为盾，不断挑战不同题材，打破类型边界；以创新为锚，敢于在衰落的武侠题材中开辟新路。赴山海的成败或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程毅已经证明，他不仅能在江湖里行走，更能为江湖制定新的法则。江湖代有才人出，但真正能改变规则的人，永远只是少数。而如今，武侠这片沉寂许久的死海，终于等来了一个愿意且能够重塑它的演员程毅。